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離婚的談判沒有發生在冰冷的法庭，而是我們那個曾經被我布置的溫馨雅致，如今卻充滿窒息感的家裡。客廳那盞價值不菲的意大利水晶燈，光線像是凝固的冰冷，無聲地切割着空間。我的前婆婆杜玉萍端着一副勝利者的姿態，用指甲上新做的扣单，一下下清點着桌面上的離婚協議。雨然啊，不是媽說話難聽，她開了槍，語氣裡是那種偽裝成為你好的刻薄。你看景峰現在每天接觸的都是什麼人？董事長、投資人。你呢？整天在家，跟社會都脫節了。人家太太們聊的都是高爾夫、藝術品投資，你插得上話嗎？你這樣讓景峰在外面怎麼抬得起頭？我沒理會他，我的目光穿過這片令人作嘔的空氣，直直地射向梁景峰。他坐在我对面，我結婚8年的丈夫。他穿着剪裁合體的西裝，手腕上那塊僵屍丹頓，還是他去年拿下璞悅集團那個大單後我送他的賀禮。他整個人都散發着一種被成功浸泡透了的精英氣息。只是此刻，他低垂着眼，指尖無意識地在手機殼上劃過，像個做錯了事卻不願承認的孩子。我懂了，這種沉默比任何言語都更震耳欲聾。想當初，他創立鼎盛合創這家品牌設計公司時，是我，一個在業內小有名氣的新銳設計師，毅然辭職，陪他從一間幾十平米的出租屋開始。公司的 logo 是我熬了3個通宵的成果，最早的幾個客戶是我動用我父親的關係網，一個個陪着笑臉喝着酒拉來的。甚至他最重要的客戶璞悅集團董事長翁董那位夫人的喜好，我都整理了整整一個筆記本。而如今，這一切在杜玉萍和他兒子的眼裡都蒸發了。我只剩下一個身份，一個沒工作、沒社交、會拖他後腿的家庭主婦。我咽下喉頭那股熟悉的苦澀，聲音竟出奇的平穩。所以，這也是你的意思？梁景峰的肩膀不易察覺地踏了一下，他終於抬起頭，眼神複雜地看着我，愧疚、不耐煩以及一絲急於掙脫的渴望交織在一起。雨然，他開口了，聲音帶着一絲沙啞。媽說話是直了點，但我們可能真的需要各自冷靜一下。我們現在追求的東西不一樣了，再捆綁在一起，對誰都是一種消耗。消耗這個詞用得真好。我看着他，忽然就覺得沒什麼好說的了。於是我打斷他畫餅似的補償承諾，不用了。我淨身出戶，空氣仿佛被抽成了真空。杜玉萍和梁景峰都傻了，臉上寫滿了錯愕。隨即，杜玉萍的眼裡爆發出一種近乎貪婪的狂喜，他飛快地瞟了兒子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說：“快答應，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便宜。”我捕捉到了那一瞬間的交流，心裡最後一絲溫存也涼了。我只有一個要求，我看着他們，像在宣布一件與我無關的事。明天就去辦手續。行，太好了。杜玉萍幾乎是跳起來應承，唯恐我下一秒就反悔。明天一早8點，民政局門口，不見不散。第二天，民政局門口，梁景峰和我像2條不願交匯的平行線，沉默地走完了所有流程。當那個深紅色的離婚證遞到我手裡時，我甚至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回到那個家，我沒有絲毫留戀。我的行李只有一個24寸的箱子，裡面是幾件換洗衣物，幾本我视若珍寶的設計原版書，和我父母的一張合照。其餘的那些他送的名牌包、
他買的珠寶，我一件也沒碰。我拉着箱子走到玄關，身後客廳裡，杜玉萍再也按捺不住的嗓門已經響了起來。她正興高采烈地對着電話那頭的親戚廣播：“哎呀，二姨，離了，總算離了，淨身出戶，1分錢沒要。我兒子這下可算是解脫了，以後找個什麼樣的不行？今晚都來家裡吃飯啊，咱們得好好喝一杯。”慶祝慶祝！那每一個字都像是在我早已千瘡百孔的心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腳。我沒有回頭，拉開門，陽光撲面而來，我下意識地抬手擋了一下，透過指縫，我看到梁景峰站在2樓的落地窗前，靜靜地看着我的背影。他的臉上沒有我所預想的任何傷感或不捨，只有一種卸下重擔的釋然，和一種對未來毫不掩飾的野心勃勃。我深吸一口氣，拉着行李箱融入了街上的人潮。再見了，梁景峰，再見了，我用8年青春親手鑄就的一場幻夢。03，我在母校附近找了一間帶天窗的老破小，雖然簡陋，但陽光能照進來，這就夠了。我沒告訴爸媽離婚的事，他們年紀大了，心臟又不好，我不想讓他們再為我的事情操心。而另一邊，梁景峰的人生正以一種近乎炫耀的姿態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他的鼎盛合創，在成功拿下奢侈品巨頭璞悅集團的年度品牌整合案後，聲名鵲起，成了業內炙手可熱的新貴。梁景峰本人也成了各大財經雜誌和論壇的常客。男人有錢，身邊自然不缺鶯鶯燕燕，其中最懂得乘虛而入的，便是他公司的市場部經理喬音。喬音年輕漂亮，名校畢業，履歷光鮮。更重要的是，他看梁景峰的眼神，永遠像一個虔誠的信徒在仰望他的神奇。在我還是梁太太的時候，喬音的崇拜就表現得恰到好處。他會在梁景峰開高層會議前，不聲不響地將他愛喝的冰滴咖啡和一小碟胃藥放在桌角，會在他因為方案被斃而發火時，遞上一份整理好的市場反饋，用最溫柔的語氣說：“梁總，我覺得您的創意方向沒問題，只是執行細節上可能還需要打磨一下。”那時候，梁景峰還總跟我解釋：“雨然，你別多心，喬音就是個小丫頭，事業心強，把我當老師看呢。”如今，我這個愛演的師母一走，喬音便開始不動聲色地宣示她的主權。她會在茶水間一邊泡着花茶，一邊無意中對同事感嘆：“哎，梁總昨晚又在辦公室熬到半夜，我陪他聊方案，真擔心他身體吃不消。”他會把自己親手做的擺盤精緻的愛心便當，在午餐時間嬌羞地送到梁景峰的辦公室，附上一句：“梁總，你又忘了吃飯吧？胃要緊。”梁景峰對這一切甘之如飴，他太享受這種被年輕、漂亮、高學歷的下屬崇拜和照顧的感覺了，這讓他感覺自己像個君王，無所不能。公司上下，從前台到高管，都心照不宣地把喬音當成了未來的老闆娘。整個鼎盛合創都沉浸在一種亢奮的氛圍裡。老闆甩掉了那個只會待在家裡和社會脫節的糟糠妻，即將和美貌與智慧並存的紅顏知己強強聯合，帶領公司走向新的輝煌。這劇本聽起來就讓人熱血沸騰。梁景峰更是如此，他覺得自己的世界從未如此清爽，沒有了家庭的雞毛蒜皮，沒有了燕雨然總在他耳邊念叨的現金流要健康，步子別邁太大，要對客戶心存敬畏。
他感覺自己掙脫了所有的枷鎖，可以毫無顧忌地去征服星辰大海。但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而壓垮駱駝的往往只是一根稻草。離婚後的第二天下午，鼎盛合創的法務總監，一個叫老劉的謹慎中年人，正在核對一份新合同。突然，他的企業郵箱叮的一聲彈出一封標記着3顆紅色感嘆號的最高優先級郵件，發件人是璞悅集團法務部。璞悅集團，翁董的公司，那可是鼎盛合創的命根子。公司的流水60%以上都來自於璞悅的年度大單，可以說是璞悅集團一口奶把鼎盛合創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坊餵成了一個業內新貴。老劉的心猛地一沉，手心瞬間冒出冷汗。他點開郵件，簡短的幾行字下面附着一份帶公章的 PDF 函件。他顫抖着手點開附件，關於終止年度品牌戰略合作協議的函，10幾個黑體大字，像一記記重拳，砸得老劉眼冒金星。函件措辭官方且冰冷，宣布即刻起單方面終止與鼎盛合創的所有合作，並要求在1個月內完成所有已啟動項目的交接和財務清算。老劉的喉嚨發乾，他瘋狂地往下拖動鼠標，尋找解約的理由。在函件的第2頁，他找到了那句判詞：根據雙方於 XXXX 年某月某日簽訂的長期戰略合作協議之附件條款7、4、3，貴方核心負責人已構成根本性違約。基於此，我方有權單方面無責解約。附件條款7、4、3，那是什麼鬼東西？老劉的腦子嗡的一下。這份合同當年是梁景峰親自去談的，簽回來的時候，整個公司都沸騰了。璞悅給的條件太優厚了，利潤高到不像話，簡直是天上掉餡餅。大家只顧着開香檳慶祝了，誰會沒事去摳那些犄角旮旯裡的附加條款？老劉手忙腳亂地在服務器裡翻找合同原件的掃描檔，幾分鐘後，他找到了，指尖發白地將文檔翻到附件部分，定位到了那條決定公司生死的條款7、4、3，那上面只有短短1行印刷體小字：作為長期戰略合作夥伴，乙方核心負責人梁景峰需保持家庭關係的穩定與和睦，若出現導致家庭破裂的糾紛，甲方有權單方面無責解約。老劉眼前一黑，差點從椅子上栽下去。他幾乎是手腳並用地衝進了梁景峰的辦公室。梁總，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梁景峰當時正靠在老板椅上，饒有興致地聽着喬音匯報下個季度的市場計劃。喬音的聲音柔美動聽，讓他心情極好。被老劉這麼一闖，他臉上立刻布滿了寒霜。老劉，慌什麼？天塌下來了，比天塌下來還嚴重。老劉的聲音都在抖，他把自己的筆記本電腦轉向梁景峰。梁總，您自己看，璞悅要跟我們解約。什麼？梁景峰的笑容瞬間凍結，他一把奪過電腦。當他看到那封解約函，特別是那個荒謬到近乎侮辱的理由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驚慌，而是被羞辱後的狂怒。家事不睦，這他媽算什麼理由？他猛地一拍桌子，目眦欲裂。燕雨然，一定是他，這個毒婦。他認定是我不甘心，就這麼離開，跑到翁董那裡去告了黑狀，用了什麼下三濫的手段來報復他。他抓起手機，甚至沒有查找，直接按下了那個已經從老婆改成全名的號碼。電話接通得很快，
燕雨然，你到底想幹什麼？你夠狠的啊！去翁董那儿告我的狀了。你到底跟他說了我什麼？是不是把我們離婚的事添油加醋地哭訴了一遍？你以為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就能毀了我？我告訴你，沒門！他的咆哮聲像無數根燒紅的針，透過聽筒刺向我。我把手機拿遠了些，等他吼得差不多了，才不緊不慢地開口：合同是你自己簽的，景峰。我的聲音平靜得像在討論天氣，白紙黑字，你不至於忘了吧？一句話像一盆冰水，兜頭澆滅了梁景峰所有的火焰。是啊，合同是他簽的，白紙黑字。他當時被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暈了頭，以為是自己的才華和個人魅力征服了行業巨擘翁董，哪裡會想到那餡餅裡居然裹着一顆岩石引爆的地雷。燕雨然，他想說什麼，卻發現喉嚨裡像是被塞了一團棉花，一個字也吐不出來。我沒再給他機會，我掛了。聽着手機裡傳來的嘟嘟忙音，梁景峰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懼。他隱隱覺得這件事，這盤棋遠比他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而那封決定他公司生死的解約函上，官方給出的理由言簡意賅，卻字字誅心。負責人家事不睦，恐懼短暫地攫住了梁景峰，但很快就被他強行壓了下去。他不能倒下，他是鼎盛合創的王。他開始瘋狂地行動，他發動了自己這幾年積累的所有人脈，想方設法的要見翁董一面。然而，所有的努力都石沉大海。翁董那位永遠彬彬有禮的秘書，用滴水不漏的說辭，將所有的請求都擋了回去。翁董最近在靜修，不便見客，這扇門仿佛被焊死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蒲越解約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一夜之間傳遍了整個行業。鼎盛合創的股價應聲暴跌，連續3天跌停。那些前幾天還追在他屁股後面，哭着喊着要給他投資的 VC， 瞬間人間蒸發。最致命的是現金流沒有了蒲越的季度款項，公司的賬面立刻變得捉襟見肘。合作多年的供應商們嗅到了危險的氣息，像是約好了一般，紛紛上門催討起了貨款。銀行的信貸經理也3天2頭的打來慰問電話，旁敲側擊的詢問公司的經營狀況，話裡話外都在暗示，如果情況再這麼惡化下去，銀行可能會啟動風險預警，提前收回貸款。梁景峰像一頭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在辦公室裡日夜不休，暴躁地走來走去，見誰吼誰。而就在他最焦頭爛額的時候，他身邊那朵溫柔體貼的解語花喬音也悄然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時刻捧着一顆崇拜的心圍着他轉，他開始頻繁地請假，理由從身體不舒服到家裡有急事。有一次，公司新來的前台小妹不懂事，當着梁景峰的面好奇地問喬音：音姐，我上周在國貿樓下的咖啡廳，好像看到你跟一個獵頭在聊天。喬音的臉當場就白了，而梁景峰的心則在那一瞬間涼了個透。他把喬音叫到辦公室，關上了門。你在找下家？他開門見山。喬音起初還想狡辯，但在梁景峰冰冷的注視下，他索性也放棄了偽裝。梁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不是嗎？他理了理自己香奈兒套裝的領口，眼神裡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柔情和崇拜，只剩下冷靜到冷酷的算計。公司現在什麼情況？大家心裡都有數，我總不能陪着一艘快沉的船一起完蛋吧？
梁景峰氣得渾身發抖，聲音都變了調。我平時待你不薄，你想要的職位、資源，我哪一樣沒給你？是啊，你待我不薄。喬音冷笑一聲，那笑聲刺耳又薄涼。可那又怎麼樣？你現在還能給我什麼？一個隨時可能破產清算的公司，還是一個遙遙無期的老闆娘的空頭支票？梁景峰，別天真了。我欣賞的是那個站在聚光燈下的成功者，不是現在這個焦頭爛額，連自己都保不住的失敗者。說完，他踩着高跟鞋，頭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梁景峰一個人呆立在空曠的辦公室裡，品嘗着眾叛親離的滋味。他後來才從別人那裡聽說，喬音在找下家的同時，還在暗中聯絡公司技術部的幾個核心骨幹，想把他們打包帶走，作為自己跳槽去競爭對手公司的投名狀。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梁景峰的世界正在以一種無可挽回的速度分崩離析。在無邊的絕望中，他想到了最後一個，也是最笨拙的辦法，去賭翁董。他花了大價錢買通了翁董司機的一個遠房親戚，終於打探到翁董每周四下午都會固定去一家名叫松風澗的私人茶館。周四下午，梁景峰把自己收拾得盡量體面，刮乾淨了壺茶，換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裝，懷着最後一絲朝聖般的希望，守在了茶館門口。1個多小時後，那輛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低調的黑色奧迪 A8 緩緩停在了門口。梁景峰幾乎是連滾帶爬地衝了過去，在保鏢下意識伸手阻攔之前，用一種近乎哀求的姿態擋在了車門前。翁董從車上下來，看到他這副模樣，臉上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只是平靜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進去說吧。”茶館最深處的一間日式包廂裡，名貴的沉香也無法驅散梁景峰內心的焦躁。他姿態低到了塵埃裡，甚至不等茶上來，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起了自己的冤屈。翁董，我求求您，您再給我一次機會，這次的事都怪我那個前妻燕雨然，她就是見不得我好，心腸太毒了。我們一離婚，她就懷恨在心，到處敗壞我的名聲。肯定是她跟您說了什麼，她還在喋喋不休地將所有的過錯都推到我身上。翁董卻抬了抬手，打斷了他。這位年過60，在商海中浮沉了一輩子的老人，只是慢條斯理地用茶加溫着杯，然後緩緩開口，說出了一段讓梁景峰如墜冰窟的往事。景峰啊，你知道嗎？20年前，我生意失敗，欠了一屁股債，所有人都躲着我，像躲瘟神一樣。翁董的眼神飄向窗外的竹林，似乎陷入了悠遠的回憶。就在我走投無路，連死的心都有了的时候，是你岳父燕老找到了我。梁景峰的哭訴聲戛然而止，他徹底愣住了。我的岳父，他只知道他是個退休的老教授，脾氣古怪，怎麼會和翁董有這樣的交集？翁董繼續說，燕老當時跟我也只能算點頭之交，他聽說了我的事，二話沒說，提了一個皮箱來找我，裡面是50萬現金。在90年代，那是一筆巨款。他告訴我，那筆錢是他和你愛人雨然存了小10年，準備給他做心臟手術的救命錢。雨然小時候身體不好，心臟有個缺損，醫生說最好在18歲之前手術。燕老把那筆錢給了我，只對我說了一句話：老翁，我相信你的人品，拿去翻身，我女兒的手術可以再等等。我拿着那筆錢東山再起，才有了今天的璞悅。景峰，我這輩子最敬重的人就是燕老，
我敬重他的情誼，更敬重他的風骨。梁景峰的嘴巴無意識地張着，大腦一片空白。他所構建的那個關於自己奮鬥、拼搏、成功的宏偉敘事，在這一刻被釜底抽薪。翁董看着他，眼神裡滿是失望。所以後來我跟你們鼎盛簽合同，給你們遠超市場價的利潤，你真以為是你的方案做得天下無雙嗎？翁董搖了搖頭，語氣裡帶着一絲悲憫。景峰，我不是在做生意，我是在報恩，報燕老當年拿他女兒的救命錢換我一條活路的恩。至於合同裡那個條款，也是燕老親自建議我加上的。他當時跟我說，老翁，我這個女兒心思單純，看人只看表面。景峰這孩子有衝勁，但心性不定，容易被鮮花和掌聲迷了眼。你幫我加這麼一條，就當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給他的一道護身符。如果有一天這小子連自己的家都護不住，連那個對他最好的人都能辜負，那就說明他這個人從根子上就出了問題，不值得你再拉他一把了。翁董放下茶杯，杯底和紫砂茶盘碰撞，發出嗒的一聲輕響，那聲音卻像一聲驚雷，在梁景峰的腦海裡炸開。所以，景峰，解約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也是燕老。這最後一句話像一把無形的鐵錘，狠狠地砸碎了梁景峰所有的驕傲和認知。他引以為傲的商業頭腦，他津津樂道的個人魅力，他在酒桌上吹噓的如何搞定翁董的不傳之秘，在這一刻都成了一個荒誕、可悲又可笑的國際玩笑。他根本不是什麼白手起家的商業奇才，他只是岳父一向善舉的利息，一個被蒙在鼓裡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是太陽，其實只是塊借光玻璃的小丑。他所有的成功都寄生在他從未正視過，甚至鄙夷過的家庭之上。他失魂落魄地走出茶館，像一具被抽走了靈魂的行屍走肉。外面陽光正好，他卻感覺自己掉進了一個不見天日的冰窟。回到家，他看到他母親杜玉萍正敷着一張金箔面膜，一邊修剪着指甲，一邊指揮着保姆晚上做什麼菜。看到他回來，杜玉萍還笑着說，兒子，別愁眉苦臉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那個喬音不行，媽再給你張羅個更好的，保證是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又能給你生個大胖小子。梁景峰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像一頭濒死的困獸，將茶館裡聽到的一切混合着無盡的悔恨、羞恥、憤怒和絕望，一股腦地對着他母親咆哮了出來。杜玉萍臉上的金箔面膜都驚得皺成了一團。當他終於聽明白自己親手趕走的那個不會社交的黃臉婆才是他們家真正的財神爺和護身符時，他的臉瞬間血色盡失，慘白如紙。不，這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他喃喃自語，隨即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梁景峰的胳膊，聲嘶力竭的尖叫：那你還愣着幹嘛？快啊，快去找燕雨然，把他求回來，跪下也要把他求回来啊！就在这时，梁景峰的父親，那個平日裡沉默寡言，在家裡沒什麼存在感的老實男人，猛地從房間裡衝了出來。他顯然聽到了所有的對話，一張臉漲成了紫紅色。他衝到杜玉萍面前，揚起那只布滿老繭的手，狠狠地給了他一個耳光。啪！那聲響清脆的令人心悸。你這個頭髮長見識短的蠢婆娘！梁景峰的父親雙眼赤紅，指着杜玉萍的鼻子，用盡全身的力氣嘶吼：我跟你說過多少遍，雨然是個好孩子，讓你對他好一點。你呢，整天尖酸刻薄，挑三揀四，
把家攪得雞犬不寧。現在好了，你滿意了，把一座金山，不，把咱們全家的命根子都推出門外了。你滿意了。這是他結婚30多年來第一次對妻子動手。杜玉萍捂着火辣辣的臉，癱倒在地，發出了殺豬般的嚎哭。曾經那個因為我的離開而喜氣洋洋，準備開香檳慶祝的家，此刻徹底淪為了互相指責、咒罵和絕望的人間地獄。之後的日子，梁景峰徹底瘋了。他帶着各種他認為我可能會喜歡的禮物，日日夜夜地守在我租住的公寓樓下。最新款的愛馬仕、剛上市的珠寶，甚至是他托人從法國空運來的我曾經最喜歡的畫家的一幅版畫。那些東西像一堆華麗的垃圾堆在我的門口，我一次也沒有理會。終於，在一個飄着冷雨的傍晚，他趁我下班回家，堵在了單元樓的門口。他整個人瘦了一大圈，眼窩深陷，鬍子拉碴，曾經那身笔挺的西裝，此刻也皺巴巴地貼在身上。他看到我，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最後一根浮木，幾步衝過來，撲通一聲，當着來來往往的鄰居的面，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的面前。冰冷的雨水很快打濕了他的頭髮和衣服，讓他看起來像一條喪家之犬。雨然，我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他死死地抱着我的小腿，哭得像個孩子。你原諒我，我們復婚好不好？只要你跟我回去，翁董的合同就能回來，公司就能活過來，我們還能回到從前的。他的話每一個字都像一把生了鏽的钝刀，在我心口來回的割。到了這個地步，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他的合同，他的公司。他求我回去，不是因為愛，不是因為悔，只是因為我是那個能讓他回到從前的唯一道具。我低頭平靜地看着他，看着這個我曾經掏心掏肺愛了8年，如今卻面目全非的男人。我的心裡沒有恨，甚至沒有了憤怒，只剩下一種塵埃落定後的徹底的悲涼。梁景峰，我緩緩開口，聲音在淅瀝的雨聲中異常清晰。你起來，別在這裡，讓我覺得更看不起你。他不動，只是執拗地抬起頭，滿是血絲的眼睛裡充滿了祈求。你不答應我，我就不起來，我跪死在這裡。我輕輕的，卻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將我的腿從他的脛骨中一寸寸地抽了出來。我們之間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一份合同。我說，你還記得嗎？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只是個一窮二白的設計師，而我為什麼會選擇你？不是因為你畫的藍圖有多宏偉，只是因為那天我隨口說了一句想吃城南那家老店的豆花，你就騎着一輛破單車，冒着大雨，穿越大半個城市給我買回來。那時候，你碗裡的牛肉都會先夾給我。梁景峰的身體劇烈地顫抖了一下，眼神裡閃過一絲遙遠的迷茫和痛苦。可是後來，你變了。我繼續說，你開始享受別人的吹捧，迷戀那種掌控一切的感覺。你覺得我的提醒是杞人憂天，我的關心是婦人之見。你愛的不是我，梁景峰，你愛的是燕老的女婿這個身份給你帶來的所有捷徑和光環，愛的是一個可以讓你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一切，又永遠不會戳穿你白手起家神話的完美背景板。而我不想再做任何人的背景板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頓，無比清晰地告訴他，我叫燕雨然，我不只是燕老的女兒，更不是你的前妻，我就是我。說完，我撐開傘，不再看他一眼，轉身走進了單元樓的門禁，身後傳來他壓抑不住的混雜着絕望和悔恨的哭喊聲，那聲音被雨聲沖刷，
很快就變得模糊不清，也與我再無關係。回到家，我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我沒有添油加醋，只是將事情的始末原本地告訴了他。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良久，最後只嘆了口氣，說：“知道了，受委屈了，孩子，爸爸尊重你的任何決定。”那之後，我斷斷續續的從一些舊日的朋友那裡聽說了梁景峰一家的結局。鼎盛合創最終沒能等來奇蹟，在掙扎了幾個月後，申請了破產清算。梁景峰不僅一夜回到解放前，還因為個人無限連帶責任，背上了幾輩子都還不清的巨額債務。他賣掉了房子，賣掉了車。那個曾經被媒體譽為行業顛覆者的青年才俊，為了生計，不得不去一家小公司跑業務，點頭哈腰，賠盡笑臉。據說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時常在深夜裡喝得爛醉如泥，反覆念叨着如果當初沒有他的母親杜玉萍。在經歷了公司破產和家庭矛盾的雙重打擊後，中風了。雖然搶救了回來，但落下個半身不遂。出院後，他和梁景峰的父親也離了婚。那個曾經把兒子當成天，把金錢和面子看得比什麼都重的女人，最終孤零零地躺在養老院的病床上，晚景淒涼。至於喬音，他在行業內的名聲徹底毀了。那次試圖挖牆腳的行為，讓他被貼上了背信棄義的標籤，幾番折騰，沒找到像樣的下家，最後灰溜溜地離開了這座城市。而我用自己手裡僅有的一點積蓄，加上父親以天使投資的名義硬塞給我的啟動資金，開了一間小而美的設計工作室。我重新拾起了我的畫筆和專業，或許是天賦未泯，或許是破而後立的勇氣。我的設計風格比以前更加成熟和大膽，憑借着過硬的實力和我父親那些老朋友們在不經意間的引薦，工作室的業務很快就步入了正軌。雖然每天都很忙碌，但那種把命運重新握在自己手裡的感覺無比踏實。我沒有急着開始新的戀情，在經歷了那場幻夢般的婚姻後，我更享受這種獨立、自由、完全為自己而活的狀態。週末的時候，我會去逛美術館，或者去郊外的山裡寫生。陽光透過畫室的天窗，暖暖地灑在我的畫板上，也落在我剛剛畫好的那片開得肆意而燦爛的向日葵上。我看着那片灼人的金色，忽然就笑了。我終於找回了那個在遇見梁景峰之前，那個會因為一個絕妙的創意而興奮地睡不着覺，那個對世界永遠保持好奇，那個眼裡有星辰大海的閃閃發光的自己。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